在我第一次去荷兰出差的时候，一个本地的同事问我，这么多年来你一个人从中国到加拿大，又从加拿大来欧洲，你的父母怎么看？他们不担心你吗？我说这些都是我的个人选择，他们没有发表过什么意见，而且我们一家三口都生活得相对独立，没有太多的依赖。他说我可不会让我儿子离我这么远，然后就开始讲他上大学的儿子有多么的需要他照顾。我心想，还好你不是我妈。每次和朋友聊到家庭，我都会说我有一对非典型的中国父母。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的2个室友，一个是每天晚上会跟妈妈打电话，另外一个是每个周末都会回家。而我是除了寒暑假回家以外，剩下的时间很少跟家里联系。偶尔一次我妈给我打电话，就是告诉我生活费给我打到卡里了，让我查一下。然后她就会以省电话费为由，在1分钟之内就把电话挂掉。所以其实我也习惯了不常跟家里沟通，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让我给我家里打电话，我都不知道该聊什么。后来去了加拿大，我身边的中国朋友也多多少少都跟家里有保持着一定频率的联系，而我偶然被问到上次跟家里联系是什么时候，很有可能不是3个月就是6个月之前。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关注彼此。我妈会看我的朋友圈和监控我的微信步数，如果我有好几天没有发朋友圈，或者是连续几天的微信步数都特别少，她就会问我是不是生病了。所以我们家关心彼此的方式就是暗中观察。我们家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，就是没有门禁。不管我是上学还是工作以后，晚上出去跟朋友玩，从来不需要跟家里报备，他们也从来不在晚上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。经常是我回家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睡着了。如果我偶尔哪一次需要玩通宵，只要提前告诉他们今晚不回家，他们也不会问我跟谁在哪儿玩什么，只会回一个简单的知道了。我是最近才想明白，也许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安全感。在我5、6岁的时候，我妈是我们那个城市连续2年的市劳模，她经常加班到很晚，我总是在他们单位的门岗跟老大爷一起等着她下班。有的时候等得睡着了，我妈就背着我回家，所以我在她背上跟她一起走了很多的夜路。她会边走边唱一条大河波浪宽，月亮走我也走。也许是为她自己壮胆吧，但也许就是因为那段经历让她相信这个世界是安全的，所以我也就相信这个世界是安全的。其实除了安全感，还有一点是因为信任。我在上小学开学之前有一次摸底考试，老师让抄黑板上的题，但是因为我去晚了，坐在最后一排，我又胆儿特别小，不敢跟老师说看不见黑板，所以我就瞎写了一气，最后只得了个2分。当我妈问我的时候，我就如实跟她说我看不见黑板，抄错了题。我妈没有1秒的迟疑，她说那我明天跟班主任说把你的座位往前调一调。开学之后，我明显的感觉到班主任有他自己特别关注的几个同学，上课发言经常教导他们。在期末考试的时候，我的数学考了全班最高分105分，包括后面的附加题都答对了，但是那几个他关注的对象却没有考满分的。在那个时候我就明白，我的学习其实也许不需要老师的关注。而且这个想法第2次被验证了，就是在我2年级搬家的时候，转学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，老师和同学都没有人认识我，自然在选班干部的时候连个提名也没有。但是在那个学期的期末，我考了全班第1，1年之后，我这个连1道杠都没带过的人直接被选成了3道杠。我偶尔有一次成绩下滑，开家长会的时候，老师找我妈谈话，我妈会跟班主任说是我最近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照顾她。她一点都不责备我，但是其实她也根本没有管过我的学习。我就是那种从小就胸无大志的人，因为我的父母从来不给我定目标，他们没有要求过我考试一定要考前几名，或者一定要考上什么样的好的学校。我的中考和高考志愿都是我自己报的。中考的时候只是想找一个离家近坐车方便的学校，高考呢就是想找一个离家远学费便宜的学校。
说到报志愿，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就是初中的时候，有2个男同学的家长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跟我妈说，他们儿子跟我早恋。我妈回家之后就跟我说，他们也不看看自己的儿子长什么样，我们能看上他吗？我妈就是那种任何事情她不需要问我，根本不需要我跟她说什么，她就无条件的相信我。后来其中一个男生因为知道了我的志愿，把他自己的志愿给改了，被他妈知道了之后还跑来学校又把他的志愿给改回去了。其实我一直很想问这2个男生，他们到底跟自己的妈妈说了什么，会让他们认为我们是早恋。因为当时在我看来，我只是像对待同性朋友一样跟他们一起讨论学习，有的时候放学顺路一块儿走，连任何的身体接触都没有，难道这不就是正常的朋友关系吗？有一次我一个人坐火车出去玩，我对面坐了母子俩，小男孩正在写作业，他妈就不断的催促他说，你赶紧写，你如果写不完，到了姥姥家就把你关屋里让你写作业，不让你跟你姐玩。小男孩的作业呢，就是2页100以内的加减法，他每次都是做完一道题就开始看看窗外的风景，要点吃的喝的，磨磨蹭蹭。他越磨蹭，他妈就越说他。当他做完一道题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你刚才这道题做得又快又好，如果你按照刚才的这个节奏来，你10分钟以内就能把你这一篇作业全写完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他听了我的话之后，就开始卯足了劲儿，把那1页都写完了。在火车到站之前，他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了。下车之前，他跟他妈说，我想跟这个姐姐走。还有一次是我表妹来我家让我帮她辅导作业，她回家之后跟他妈说，我姐跟我说话非常温柔，我特别喜欢跟她一块儿学习，感觉她给了我很多的自信。其实那个时候也还在上学的我，哪懂什么赏识教育呢？我无非就是用我妈对待我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而已。在弗洛姆《爱的艺术》这本书里边，他说母爱和父爱是不一样的。母爱是无条件的，我爱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。我妈对我的方式就刚好印证了这种说法，她对我有无条件的信任。而我爸呢，又刚好做到了弗洛姆说的父爱。父爱是有条件的，它代表的是规则、社会秩序和责任。我爱你是因为你做得好，你符合规范，你懂得承担责任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我爸没有那么喜欢我，可能是因为我是女孩吧。当时我们是和我四叔和我奶奶家一起住在一个4合院。当我四叔家的弟弟出生的时候，我爸的脸上明显多了更多的笑容。他每次逗我弟玩的时候，我都看到了他对我不曾有的温柔，但是我知道那是他的选择，与我无关，所以我也无意讨好他。我爸对我的认知其实是通过他身边的朋友不断刷新的，比如高考之后，他发现他身边朋友的孩子的分数没有几个比我高的。几年之后，他朋友当中有在国外留学回来的孩子，知道他女儿的工作之后，纷纷让他帮忙介绍工作。他才知道，原来我在的那个世界500强的皮包公司还不错。在我大学刚毕业工作了不到半年的时候，刚转到一个新的部门，但我发现那里环境不太好，而且那个经理对我有隐性的性骚扰。我在没有找好下一份工作的时候，就藉此离开了那家公司，并且还要赔1个月的工资。因为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商量，回家之后才通知我父母的。我爸1个月没理我，中间有什么事情都是我妈在传话。我妈跟我说，我二大爷来我家，跟他俩说，让他们带点礼品去我原来的单位找领导，让我回去。我当时气炸了，我在想，这又不是我被开除，是我主动离开，我不想在那里工作，为什么要去求他们让我回去呢？当然我爸也并没有这么做，所以我应该庆幸，还好他只是不理我而已。1个月之后，我又自己找到了下一份工作，是一份比上一个工资更高、工作环境也更好的工作。我爸才开始又跟我说话，所以这完全符合弗洛姆说的，只有当我做得好的时候，我爸
才会向我展现出他的爱。可能我爸自己都不知道，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不是言传，而是身教。他有一把好嗓子，堪比阎维文。他也很有艺术天赋，小时候我们家里就摆满了他的油画、国画和雕塑作品，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却没有从事艺术相关的产业。他是在他50多岁的时候，退休之前才开始又捡起了他的画笔，开始在老年大学教人画画。他自学了钢琴、手风琴、二胡、葫芦丝，还在社区组了一个合唱团，动不动就一块儿出去接商演。正是因为他的号召力，在他60岁的时候被社区吸纳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。我从他身上看到的是，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足够的热爱，其实你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会晚。而且就是因为他的全情投入，他更专注于自己热爱的这件事情上，也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来干涉我的事情。其实有很多人问过我，你爸这么有艺术天赋，你怎么就没继承点呢？我并不觉得任何人的一个天赋是可以复制的，而且并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，我就一定要像他那样优秀。而且我相信艺术天赋这个东西，随着后代的繁衍，它会越来越被稀释的。不过还好，我似乎继承了我们老王家比较善于自学的这个基因。在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我们家好像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有电脑的。当时我记得我在玩《仙剑奇侠传》的时候，还是用3.5英寸盘在 DOS 系统下玩的。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打游戏其实挺孤独的，因为你没有任何人能交流。后来网吧开始流行，我跟我的初中同学一块儿去网吧，去网易聊天室。我发现有一个同学打字速度特别快，我就问他用的是什么输入法，他跟我说是五笔。我想起来我们家好像有一本特别厚的王马五笔的书，所以那一个暑假我就在家自学了五笔。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已经没有人在用五笔了，但是我到现在还用五笔，我的五笔打得比拼音还快。我后来又用 Office 95还是97的几本厚书学了 Word 和 Excel。 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的寒暑假作业老师让我们办板报，所有的同学都是用手写手画的，而我那个时候用的是 Word 排版，彩色打印出来的。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边有讲到，我能够成功从加拿大转岗到欧洲，就是因为我对于操作系统上手很快。我觉得这跟我爸从小对我的电脑启蒙是分不开的，虽然他自己不用，但是至少他买了电脑给我当玩具一样的玩，自然也就产生了很多的兴趣。感觉冥冥之中，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其实是我爸30年前就开始给我铺的。最近这几年，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一场游戏这个说法。就像是仙剑这种 RPG 游戏，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有红蓝条，而我妈给我的安全感、对我的信任、给我的勇气，决定了我的初始蓝条最大值。而我爸给我的启蒙和影响，就像是给我加了技能点，不断的扩大我蓝条的最大值。而人生这场游戏呢，总归是要我自己去走的。但它的结局版本并不只有一个，不走寻常路，经常反直觉操作，才有可能引出最后的隐藏结局。其实我不是没想过，如果我的父母在我小的时候能够对我更上心一些，给我定一些学习计划和目标，让我去考更好的学校，那今天的我会不会变得更好呢？其实我们在做任何一种选择的时候，在那个做决定的当下，你肯定都认为那是你当时最好的选择。就算是让你再回去一次，以你当时的认知，也只能做出同样的选择。所以我们应该相信，今天的自己就是当初无数个最好的决定引导出的最好的版本的自己。所以人生没有遗憾，只有向前看。如果你也相信人生在任何阶段重新开始都不晚，也许你会对我35岁才第一次去加拿大留学，40岁又搬到西班牙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感兴趣。
之后我会分享更多的真实生活和人生感悟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